来看看。哇！这些呢都是学生的画，然后是他们就按照我们的那个主题，新加坡的愿景来设计出来的。以后新加坡会是什么样子的？哇，这个他说 roads above ground on top of the building。哇，这个理念很好哦，把我们的交通都放到屋顶上去了。那么更好的就是提倡这个 MRT 跟我们的公共交通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嘛。很高科技耶，这么看。太好了。看一下这里的照片。这是我们区里面的活动的一些照片。这个就是我们运动在打柔力球。这个是舞龙，对，我拿着球呢带领这个舞龙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庆祝国庆最受到热烈欢迎的就是我们的榴莲party了。我们每年一次举办一个榴莲 party， 请我们的区里的居民一起来享用榴莲。那我们听说你好像也是有一个很拿手的一个技术。什么呢？泡咖啡是不是？也不好说拿手了就是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呢就泡咖啡。那我今天有没有机会尝呢？当然有，当然了，我们准备好了来招待你。好，来。哇，真的是准。哇，你平时都会这样子自己泡咖啡吗？平时呢，我最喜欢喝的还是我们道地的 Kopi O Kosong。今天这杯咖啡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哇，我真的是我的荣幸。这个还是要托新传媒的福啊。其实我也是托新传媒还有副总理的福。是吧？这个是有技巧的吗？这个要慢慢的倒，循环的倒，才能够均匀。感觉副总理对很多事物呢都会看得比较深入一点点。我想咖啡当然有它咖啡的哲学。咖啡是很苦，当我在做卫生部长的时候，我都鼓励居民说要少糖、少盐、少油。那么咖啡最好是喝果松，但是很多居民都说咖啡很苦，因为人生都已经很苦了。那么咖啡加点糖嘛，我就告诉他说，其实呢，你喝不加糖的咖啡，才能品尝得出咖啡的原汁原味那才是最上等的享受。其实当了卫生部长那么长时间，然后突然间，应该不是说突然间啦，从我们的角度可能看是有点突然间，但是就是现在是当副总理，你有感到意外吗？当然这也是突然之间的。所以老实说呢，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当副总理。当时的副总理王新才部长就告诉我说你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谈。当然他一讲这句话，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跟一般那种被上司叫进公司一样的那种感受，都有点紧张嘛。赶快去查一下最近我做了一些什么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交代一下。那我就准备好了，整装上阵了，就去见当时的副总理。那么黄副总理见到我之后，他就说我一件事情想要委托你。我说什么事？说我想委托你做副总理，那么能够帮忙我照顾一下这个年轻的部长们。希望能够把他们准备得更好。当然我开始是非常不愿意，因为我就想说这个这个责任很重那么我就告诉他说让我去考虑考虑。我回家想了一想，后来我就告诉他说我真的是不想做，但是如果你觉得有需要，有人帮你，有人帮忙我们的年轻的部长，我也义不容辞。那么就尽量能做多少就多少，帮他跨头跨背。帮他照顾一下年轻一代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做多长时间呢？那时候我告诉他说，我其实不是 4G 的，我是 3G 的，那么肯定也不能够做得太久。那么他说，先做了这一届再说，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准备好这一个新的一代。那么我就说 OK 好的，那么我需要多久就多久吧。那么到时如果你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可以让我退休了，那么我也很高兴，随时都准备好你说一声我就准备好了。来，喝咖啡吧。来，谢谢。我是喜欢喝苦咖啡的。这个恐怕还不够苦。还不够苦哈，我觉得苦完之后它还是有一点带甜的。我们这个空中访明星的节目也辗转10年了，就一转眼嘛。然后
其实谈到10年，就新加坡过去10年，再加未来10年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？觉得新加坡未来10年会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想，如果你回顾过去10年的这个来时路呢，其实有许多的坎坷不平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的冠病疫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。那么冠病疫情之后呢，我们也看到国际的局势也不是很稳定，中东、欧洲都有战事，那么亚洲也有台海的危机，那么我们都一直在关心这些课题走来这10年是不容易的。那么展望未来的10年呢，我想挑战一定会有，不过我总是相信有挑战也有机遇。如果我们能够克服挑战，把握机遇，将来的10年应该是另一个灿烂的10年。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态面对，就是未知的这个10年呢？我想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以静制动，静观其变。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是我们的人力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人力。所以我们最近也推出了技能创前程的这个项目，希望鼓励国人继续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、新的能力、新的技术。我们有信心能够继续吸引很多的投资。但是新的投资主要都是比较技术密集的一些投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更高程度的技能才能够来把握这些机会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升我国劳动力的这个技术，所以这个提升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个过程。我自己本身吧，因为我们在这行嘛，就媒体这一行，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平台数码平台都出现，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些竞争啦，你自己怎么看呢？这样的一种竞争？从前呢，我是非常怕媒体的，因为每次媒体访问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想说，万一说错话，或者是走漏了一点风声，那么一些机密就让媒体拿去报道了，所以我们都非常谨慎。后来，当我们遇见冠病疫情的时候，我也记得新传媒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，特别手下不留情，问的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。我们也了解，因为媒体的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把信息传给大家。那么你要有传好的信息、正确的信息，当然要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嘛。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和媒体一起合作，确保信息的正确性，能够让我们建立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互信，也建立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互信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共同的度过这个难关。所以我要在这里也要谢谢媒体，特别是新传媒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。那么接着下来呢，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，他们报的也非常的快，他们也可以从这里抽一点，那边抽一点，综合起来就做一个报道。社媒所带来的也是比较多的危机，因为看的人都不知道这些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所以我想传统的媒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其实是要确保你们所报道的信息是正确的，加强观众对你们的信心。就是说，我们应该都不会失业啦。应该都不会失业。不过我想说，虽然说不会失业，但是媒体的这个技术也要改变，借用这个技术跟这个科技，能够帮你们做更多更大。今天我的领悟也很多，未来虽然是未知的，不过我们还是充满希望，抱着一种静观的那种态度去面对很不确定的未来，也是一种方式。对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打保龄球的时候，虽然这球打得不好，未来怎么打还不知道，但是还是打下去，还是要尽量把下一粒球打得好一点。我今天真的要感谢我们的颜金勇副总理，来给我们这个节目画上了美丽的句点。谢谢你来 ，Cheers。谢谢 ，Cheers。